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对不起，我弃剧了。你比星光美丽，谭松韵都带不动这个拖油瓶。对不起，我弃剧了。你比星光美丽，谭松韵都带不动的拖油瓶，注定黯淡。在这个被流量和话题主导的娱乐时代，电视剧《你比星光美丽》以其为美的片名、强大的演员阵容与央视播出平台，一度被无数观众寄予厚望。尤其是当观众得知由收视女王谭松韵和流量男星徐凯主演，更是纷纷表示预约锁死，必须追。然而，现实总是残酷的，当理想照进现实，我们才发现所谓的星光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璀璨，甚至显得暗淡无光。对不起，我弃剧了。作为一个忠实剧粉，笔者并非轻言放弃，但在多集观剧后的失望与疲惫中，我终于明白，有些星光再耀眼的名字，也无法掩盖背后的乏味与空洞。开局即高光，却难掩后劲不足的现实。你比星光美丽刚开播时确实打出了一手好牌，谭松韵的国民度与演技毋庸置疑，徐凯在《延禧攻略》《千古绝尘》等剧中的表现也积攒了不少粉丝，加之职场加情感的题材在都市剧中一直颇具吸引力，吸睛度拉满。然而当剧情真正展开，观众逐渐意识到，所谓的星光美丽只是表面的滤镜，真正撑不起内容的空壳。故事本该围绕纪星谭松韵氏与韩婷徐凯氏之间从误解到理解，从对立到并肩作战的职场与情感双线展开，结果却陷入了模板化套路化的老毛病，狗血冲突、无逻辑反转、强行煽情，以及不断重复的职场设定，令人疲惫不堪。开场那一场大雨中的邂逅原本让人眼前一亮，被不少网友称为年度最美意境，但当后续剧情像走马灯般无头绪推进，这点高光时刻也如流星般转瞬即逝。谭松韵独撑大局，难掩剧本空洞。谭松韵作为剧中灵魂人物，饰演的纪星一出场就展现出职场女性的拼搏气质。她眼神坚定，行动利落，在前几集里成功建立起角色的信服力。尤其是她被调往售后部后，那种从高位跌入低谷的情绪挣扎，谭松韵用细腻的眼神与肢体语言准确传达了出来，颇具代入感。她一人撑起整条主线，哪怕周围的人物苍白，剧情拖沓，她也试图通过自身的节奏感为观众注入耐心与信心。遗憾的是，这种努力最终还是输给了剧本的空洞。纪星的成长路径看似饱满，实则并无实质性突破，情节的水分太大，让角色的层次感日渐扁平。观众不止一次地在弹幕中留言，谭松韵再努力也救不了这剧。可见，哪怕是国民女神，在这样一个结构松散、节奏紊乱的剧本中，也难以独自点亮观众的热情。徐凯掉线式演技，成为观剧最大阻力。徐凯饰演的韩婷则是剧中争议最大的人物。这个角色设定原本具备极大张力，冷面总裁，成长曲线，情感纠葛，应有尽有。但徐凯在表演上却显得力不从心，不少观众批评他目空、面瘫、眼神游离。尤其在处理情绪激烈的对手戏中，他缺乏内在爆发力，让角色像是一张僵硬的面具，观众很难感受到韩婷的真实挣扎与脆弱。更令人无语的是，徐凯的造型与其前作《承欢记》极为相似，从发型到服装都仿佛复制粘贴而来，引发大批网友质疑剧组偷懒。这是穿越了吗？成为热评榜第一。此外，徐凯的脸部磨皮与滤镜效果过重，使得他在镜头前看起来毫无生气。这种过度后期处理不仅削弱了角色的质感，也破坏了观众的代入感。一位网友直言，他的脸像一块未经雕琢的蜡，毫无波澜。配角功能化严重，剧本缺乏温度。
你比星光美丽并非没有配角，但这些人物大多脸谱化严重。例如诗饰演的曾迪，明明可以成为纪星职场成长道路上的一面镜子，却被塑造成一个心思歹毒、善妒吃醋的工具人角色。他的出现只是为了推动冲突，而非丰满剧情。久而久之，这种制造对立的方式反而令剧情显得更加刻意与乏味。其他角色如纪星的母亲、韩平的助理等，也都处在来去匆匆、毫无记忆点的尴尬境地。缺乏温度与逻辑的情节，只能让观众逐渐感到疲惫不堪。技术粗糙，剪辑混乱，败坏观感。视觉层面同样令人不满。作为一部都市剧，你比星光美丽理应在镜头语言、灯光色调与剪辑节奏上呈现出精致感，但实际呈现出来的却是粗糙与混乱。灯光打得死白，使演员面部细节丧失自然感；剪辑节奏混乱，过度依赖慢镜头回放、闪回插叙等老旧手法，使观众频频出戏。更有观众调侃，这是在看电视剧，还是在看毕业作品？这些技术失误的堆积，不仅未能提升剧集质感，反而成了弃剧导火索。观众情绪裂变，从期待到愤怒，再到无奈离场。从豆瓣到微博，从 B 站到贴吧，你比星光美丽播出后收获的大多是失望与无奈。起初大家还愿意等待后续发力，但随着剧情一再失控，角色无趣，节奏冗长，越来越多观众选择了放弃。谭松韵都救不了这句徐凯珍的演不来深情，男主剧情写得像实习生在练手。这些不满的声音逐渐汇聚，形成了一场关于流量与质量的网络大讨论。剧本、表演、制作，每一处都似乎在挑战观众的耐心。最终，观众用行动表达了态度。弃剧。剧名很美，现实却让人心碎。你比星光美丽，这是一句诗意满满的话语，仿佛代表着理想、爱与希望。但一旦转化为作品，它就需要承载起真正的内容与精神内核。很显然，这部剧并没有做到，反而它成为了好题材被糟蹋的又一典型案例。本可以描绘都市女性成长图鉴，却被套进了老旧的霸总加灰姑娘公式；本可以用纪星的坚韧激励观众，却被无休止的情绪拉扯所稀释；本可以用星光点亮荧屏，却因种种短板让人望而却步。结语：我为何弃剧，也为何感到惋惜？说实话，我不是因为讨厌而弃剧，而是因为太失望。作为谭松韵多年的粉丝，我本希望这部剧能成为他都市剧中的又一高峰，却没想到他要一人对抗整个剧组的混乱输出。作为观众，我本希望看到真情实感的触动，却一再被空洞剧情与尴尬演技劝退。弃剧不是情绪的宣泄，而是理性的选择。我相信你比星光美丽的失败，并不是一个演员的问题，而是整个剧作创作机制急需反思的结果。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星光的名字，而是足以撑起星光的内容。而在这个流量与口碑并存的时代，或许是时候回归内容本身了。希望下一次，当我们再次仰望星空，不再是叹息，而是感动。你怎么看《你比星光美丽》这部剧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一起讨论真正的好剧应该是什么模样。